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王小凡。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一点个人看法。经常网购的朋友肯定遇到过，购物平台总让你用花呗、白条、分期等等来支付，不管是天猫、京东、苏宁易购还是美团，都天天在推。当你在支付宝上付款的时候，它会提示你使用花呗可以获得多少多少的折扣，或者赠你一个优惠券，只要你把花呗视为你的默认第一支付方式。在京东购物平台呢，你在付款的时候，它会提示你使用京东白条可以打多少多少折。等你支付完以后呢，一般平台还都会提醒你抽奖，一般你会中一个优惠券，只要你下载京东金融、苏宁金融或者是借呗就可以领取。用美团的应该也收到过，它会提示你使用美团月付可以减多少多少钱，然后每单都减这一类的优惠广告。这些都是类似信用卡的那种分期付款，或者说叫做消费贷款。现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 APP 真的是各种诱导用户去注册他们的消费贷产品，通常都是用这种付完款以后抽奖，然后恭喜你中奖多少多少优惠券，需要下载某个 APP 才能领取并使用，这样的套路来引导用户到他们的借贷平台去注册。下面给你们演示一下，在苏宁易购上，你看到这里苏宁金融新人有礼，送了我10元红包，可以充值缴费，也可以与支付券叠加购物使用。然后我点击立即领取，你看它现在就提示你需要下载一个苏宁金融 APP。 如果你点的话，就下载了这个苏宁金融的 APP 了。现在各种购物平台都在用这种套路来诱导消费者去使用他们的金融平台。那为什么那些互联网巨头都想让你去办消费贷呢？为什么这些互联网 APP 都要这么拼命的让用户去使用他们的金融平台呢？分期消费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来拿花呗举个例子。花呗分期付款，它的真实年化利率你知道是多少吗？告诉你，他们的真实年化收益率在 14% 到 20% 之间。但是这种分期支付的方式，他们一般都不会给你展示年化收益率是多少，他只会告诉你每期的手续费是多少，这样你就不会自己算出来真实的年化收益率了。目前各个平台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的年化利率一般是 14% 到 24% 以下。京东白条的分期的年化利率是 13.8% 左右，苏宁呢，在以前是 22%， 现在不知道是多少，我也没有仔细去找数据。这些利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 24%，超过这个 24% 就是高利贷。那就是说，京东、小米、苏宁易购以及支付宝他们的这个分期的消费贷的利率没有达到高利贷的标准。但是这个利率低吗？这个利率远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
并且这个利率也远高于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的长期的收益率。也就是说，你炒股票都未必有这些消费贷款赚钱。银行的同样带有骗人噱头的消费类贷款，年化利率最高也就是8%点几，很少有超过10%的。10%几的利率，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说，这是没有任何成本的纯粹的利润，而且这个利润非常的可观。以最近刚刚要上市的这个蚂蚁集团为例，他们的收入的大头就是这些花呗、借呗这一类的消费贷款，他们贡献的利润至少占蚂蚁集团的1/3到1/2之间。像这种分期业务，由于它具有金额小、用户多这样的特点，并且这些用户大部分是年轻人，年轻人总不至于为了5000块钱甚至是1万块钱买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而影响自己的征信，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它的坏账率就不会像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或者是企业的经营贷款那么高。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我觉得这种消费贷平台推也就推了，毕竟是你情我愿的，用户有这个需求，平台可以靠这个盈利。用银行的消费贷也是消费贷，那为什么网购平台不自己弄一个消费贷来赚这部分钱呢？为什么要把这部分钱拿去给银行赚呢？并且国家也是给了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他们金融牌照的，他们这种消费贷也是合法的，有合法的钱不赚，那这个平台就是傻瓜。但是关于互联网巨头办消费贷的另一种现象，就比较值得监管部门警惕了，那就是这些互联网电商平台依靠自己的平台的强势地位来压榨供应商。他们是怎么来压榨供应商的呢？简单来讲，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通过不断延长给供应商的账期，比如说原来是30天给供应商付一次款，现在给他延长到90天，或者是再厉害一点，延长到半年。那一般的供应商他肯定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这样持续的大规模的给这个平台去供货，那这些供应商他们的现金流就可能会周转不开。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互联网电商平台他们就过来冒充好人，他们来给这个供应商来放贷款。那聪明人都能够一眼看出来，互联网电商平台其实就是用应该给供应商的这个货款来给这些供应商来放贷。那供应商因为给电商平台的供货量非常的大，已经把这个价格压到非常低了，然后电商平台又这样反过来通过贷款来榨取他们身上的一部分利润，最后就很可能供应商辛辛苦苦一整年赚的钱只够还电商平台的贷款利息。而供应商呢，由于他的弱势地位，他要么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条款，要么就滚蛋，别做这个平台的供应商。那你每年几千万几个亿的生意就没有了。所以对于供应商来说，只要他们不是亏损太严重，都会继续苟延残喘的去接受这种
来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压榨。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情况，其实就已经触犯了反垄断法了。说完了为啥这些互联网巨头都想办金融科技平台，然后我们下面再说说这些互联网电商平台他们旗下的这些信贷公司是怎么把规模做得这么大的。像他们这种互联网电商平台旗下的消费贷业务，在金融业原本是属于小贷业务的。以前央行关于小贷公司是有2个限制，第一就是只能属地放贷，因为小贷公司嘛，它成立的理论前提就是它能够了解地方的小贷的需求，一般这种需求都是找熟人介绍，这样风险可以低一些。所以在以前这种小贷公司一般都只在某个县城才有资质进行放贷。第2个限制呢，就是严格限制杠杆。最早对小贷公司的限制是只能用自有的资金进行放贷，但是发现这样小贷公司很难经营下去，于是就放开了1:2的限制。也就是说，小贷公司自己有50亿资金的话，可以找金融机构再拆借50亿，这样它就能够总共放100个亿的小贷。在这样的监管政策下，任何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都不可能做大，因为它需要有非常多的本金投入。但是呢，在前些年，重庆因为某些原因对央行的这2条限制都做了非常大的突破。重庆金融办当时的规定是这样的：第一个，小贷公司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放贷。那既然可以网络放贷，就肯定不限于一个县城了。网络放贷，那就是每一个用户你都可以给他放贷，不管他来自哪里。这样的话，互联网电商平台由于它的用户数量非常巨大，那么他们就在放小贷这方面具有了非常巨大的先天优势。那第2条呢，就是发行 ABS 贷款可以不计算在这个杠杆之内。ABS 就是资产证券化，把一部分花呗用户的欠债打包，然后卖给另一部分买支付宝理财的人。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理解成跟银行存款放贷是先鸡后蛋还是先蛋后鸡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循环。银行是先有存款，然后才能去放贷款。这种消费贷款呢，就是先有贷款，然后才有理财。这个理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存款的变种。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那个次贷就是 ABS。 那也就是因为重庆的这2条规定，蚂蚁在当年只有30亿的自有资金就能够放出3000亿的消费贷款，这就是差不多300亿的利润。你想一想，30亿的自有资金，一年能赚300个亿的利润，一年赚10倍，简直是太暴利了。就因为他发的这个3000亿的贷款都算是 ABS， 都不计算在杠杆中。30亿的本金放3000亿的贷款，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使用了100倍的杠杆
来放贷。我们来跟银行对比一下，银行放贷一般它的杠杆是多少呢？银行的杠杆在以前国家对银行放贷有一个存贷比的限制，这个限制是 75%， 就是说银行的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不能超过 75%。 当然后来因为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杠杆实在是太高了，盈利效率碾压传统的银行，最后银行不得不给监管机构施压，把这一条规定给废除了。并且相比于银行来说，互联网购物平台的放贷要么是分期，要么是短期，并且都是年轻的用户。通过平台的大数据算法，可以非常有效的控制风险。用户规模多，还贷能力强，还没有杠杆率的限制，那互联网购物平台的消费贷业务不做大才奇怪呢。从银行借一笔贷款 6% 的利率，贷给互联网购物平台的用户，拿 14% 的收益率，净赚息差8个点。要是我的话，1分钱本金我都不出，我就空手套白狼就可以。最后，马道长以及他的其他的巨头们，他们赚的这个钱都是合法的，并不是违法的。目前的消费贷、分期贷的利率较高，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竞争还不够充分。我相信随着未来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竞争更加激烈，消费贷的利率是能够降低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的。这种互联网巨头的消费贷总比那些高利贷强。互联网巨头搞消费贷，搞死高利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消费贷规模它肯定会存在一个上限。池塘就这么大，能养几只鲸鱼呢？我个人觉得，未来这些互联网巨头通过压榨供应商，才是未来他们的金融平台赚钱的大头。所以股民们要当心那些给京东、阿里、苏宁供货的弱势的供应商。这一类的上市公司在未来几年业绩一定是会下降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再见。